老太太，这钱您打算怎么处理？拆迁办的小赵递过来一支笔，眼神瞥向身后站着的2个男人，全给我小儿子。张桂兰的声音不大，但异常坚定，手指向左边那个身材微胖的中年男子。妈！陈建军愣住了，右手攥紧又松开。建军，你有意见？老太太眼睛一眯，没。她低下头，喉结滚动。林慧站在窗边，微风带来远处的鞭炮声。她望向丈夫的背影，心想：这场戏才刚刚开始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陈建军推开院子的木门，一股淡淡的樟脑味随风飘来。这栋老宅见证了他38年的光阴，如今即将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化为尘土。拆迁的消息传来那天，他正在公司开会，接到母亲电话时，会议室里的人都听见了他压抑的欢呼。600万足够一家人过上好日子，更不用提母亲年事已高，这笔钱本就该改善他的晚年生活。建军回来了，快来吃饭。林慧从厨房探出头，手里还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汤。她是镇上小学的语文老师，37岁的年纪，眼角已有了细纹，但依然保持着教师特有的温和气质。妈呢？陈建军放下公文包，习惯性地往老太太的房间看了一眼，说是去和老姐妹打麻将，晚上不回来吃了。林慧把汤放在桌上，看着丈夫的表情，有些担忧。今天去拆迁办，事情都办妥了吗？陈建军点点头，没有多言。他夹了一筷子青菜，咀嚼的动作缓慢而机械。林慧知道丈夫不善表达，也就没再追问。2人就这样沉默着吃完了晚饭。建军，我听说今天拆迁办把钱都打到建国的卡上了。林慧一边收拾碗筷，一边轻声问道。妈说建国会理财，钱放在他那里更安全。陈建军的声音听不出情绪。600万啊，就这么全给了小叔子，你一点都没想法。林慧停下手中的活，转身望向丈夫。陈建军摇摇头，妈的钱，他想怎么处理都行。他说完便起身去了书房，轻轻带上了门。林慧叹了口气，继续收拾餐桌。她知道丈夫心里一定不好受，但也知道他的性格，从小到大都是忍让的，特别是对母亲和弟弟的事。第2天一早，陈建国开着一辆崭新的轿车出现在院子里，车子泛着金属的光泽，在老旧的院落中显得格外扎眼。哥，嫂子，快出来看看我的新车！陈建国按着喇叭，声音中满是炫耀。他比哥哥小3岁，35岁的年纪，却始终没有稳定的工作，靠着打零工和向家里伸手度日。陈建军和林慧走出门，看着那辆明显价值不菲的新车。怎么样？48万呢？全款买的。陈建国拍了拍引擎盖，妈说了，拆迁的钱就是用来改善生活的。我这不是响应号召吗？你这也太乱花钱了吧？那可是600万的安置费，不是你的私房钱。林慧忍不住说道。嫂子，这话就不对了。妈把钱交给我，那就是信任我。再说了，我还给妈买了份保险，一年能领2万多呢。陈建国笑眯眯地说。哥，上车，咱兄弟俩出去转转。陈建军摇摇头，我今天还有工作，你自己去吧。说完便转身回了屋。林慧看着丈夫的背影，心里一阵疼痛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陈建国开始了疯狂的挥霍，新车只是个开始，紧接着是名牌衣服、高档手表，甚至还在市中心的高档小区订了套房子。每次张桂兰提起这些事，
都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态度。年轻人嘛，喜欢享受生活，有什么不好？再说了，建国是个有主意的，他不会乱来的。而陈建军依然每周都会抽时间去看望母亲，带去他喜欢的点心和水果，帮他收拾房间，陪他聊天。但每次他刚走，陈建国就会开着新车出现，带着张桂兰去高档餐厅吃饭，或者带他去新买的房子看看。张桂兰总是满脸笑容地离开，临走还不忘叮嘱林慧，别总让建军来，他工作忙，我有建国照顾就行了。一天晚上，林慧收拾婆婆的房间时，无意中发现了一张银行卡，藏在贴身的衣物中。正当她疑惑时，听见婆婆在电话里对老姐妹说，这钱得盯紧了，不能让建国乱造。林慧轻轻把银行卡放回原位，心中疑惑更深。建军，你不觉得你妈最近有点奇怪吗？回家路上，林慧忍不住问道。有吗？陈建军一心开车，似乎没有多想。我今天在他房间看到一张银行卡，藏得很隐蔽，而且听他和老姐妹打电话，好像在担心建国乱花钱。林慧观察着丈夫的反应，陈建军微微皱眉，妈年纪大了，可能是怕钱不够用吧。算了，别多想了，她开心就好。林慧摇摇头，没再说什么。她知道丈夫一向不愿意过问母亲的事情，尤其是涉及到金钱和弟弟，但她心里清楚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3个月后，陈建军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。喂，是建军吗？我是银行的李经理，关于您母亲的一张储蓄卡，需要您来一趟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正式。陈建军感到疑惑，我母亲的储蓄卡出什么事了吗？不是什么大事，只是例行通知。您母亲之前设置了这张卡的监管人是您，现在需要您来签个字。李经理解释道。陈建军更加不解，监管人？我不知道这回事啊。张女士2个月前亲自来办的，说这笔钱是给您的，具体情况您来了就明白了。李经理说完便挂了电话。林慧听完丈夫的转述，若有所思，会不会是那张我在你妈衣服里发现的银行卡？走，咱们去银行看看。银行的李经理是个40多岁的中年女性，见到陈建军后，拿出了一份文件。陈先生，这是您母亲3个月前存入的一笔定期，因为系统升级，需要您现在就签一下确认书。陈建军和林慧都愣住了，这一连串的信息让他们一时无法消化。李经理，我母亲还说了什么吗？陈建军小心地问道。李经理笑了笑，张女士只说这是给您的一份礼物，让您保密，尤其不能告诉您弟弟。他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，哦，对了，他还存了一笔同样金额的定期，是他自己保管的，说是养老用。回家路上，林慧握着丈夫的手，看来你妈并非偏心，只是有她自己的打算啊。陈建军点点头，心情复杂。不管怎样，都不能让弟弟知道这件事。随着张桂兰80大寿的临近，陈建国变得异常积极，主动包下了市里最好的酒店，邀请了几十桌亲朋好友。他在筹备过程中不遗余力，从菜单到装饰，事事亲力亲为，俨然一副孝子形象。哥，你说咱妈这个寿宴该怎么办？要不要请个主持人？某天晚上，陈建国突然来访，手里拿着一堆寿宴策划方案。陈建军看着弟弟兴致勃勃的样子，微微一笑：“你看着办吧，妈肯定喜欢热闹的。”他知道弟弟这是在向所有人展示自己的孝心，也是在炫耀自己的经济实力。寿宴当天，酒店大厅被装饰得金碧辉煌，
红色的寿字和彩带挂满了墙面，一个巨大的寿桃蛋糕放在中央，80支蜡烛闪烁着温暖的光芒，宾客络绎不绝。前来祝贺的人把酒店门口的停车场都挤满了。张桂兰穿着一身崭新的红色唐装，满面红光地坐在主桌上，接受着众人的祝福。陈建国则忙前忙后，一会儿招呼客人，一会儿安排座位，俨然是这场寿宴的主角。大家请看，这是我专门为母亲制作的感恩视频。宴会进行到一半，陈建国拿起麦克风，示意服务员拉下投影幕布。视频中，陈建国陪母亲逛公园、吃饭、看病的画面一幕幕闪过，背景音乐是感人的母亲，很多宾客看得热泪盈眶。视频结束后，陈建国又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如何孝顺母亲，如何妥善管理母亲的600万安置费。我给母亲买了最好的保险，每年可以领取2万多元养老金，还在市中心买了套房子，方便照顾老人。每个月都定期带母亲去体检，亲戚们纷纷夸他懂事、有远见，是个难得的孝子。唯独陈建军一家3口坐在角落，默默听着这一切。陈建军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，眼神却有些深远。林慧时不时看看丈夫，又瞟一眼婆婆，心中感慨万千。而他们的儿子陈小军，一个16岁的高中生，则显得有些不耐烦，对叔叔的炫耀嗤之以鼻。各位，今天是我母亲80大寿，我提议大家举杯，祝老人家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陈建国举起酒杯，满场掌声，他的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，仿佛这一刻他是全场的焦点，是最孝顺的儿子。就在这时，张桂兰突然站起身，接过侍者递来的话筒：各位亲朋好友，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寿宴，趁着这个机会，我有件事要宣布。全场安静下来，所有目光都集中在老人身上。陈建国的笑容有些僵硬，他不知道母亲要说什么。下一秒，张桂兰一句话，全场一片哗然。陈建军坐在位置上，完全傻了眼。关于那600万的安置费，张桂兰的声音虽然苍老，但异常清晰。当初我把钱全都转给了建国，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偏心小儿子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环视四周，目光落在陈建军身上。其实我早就把这笔钱分成了3份，建国那边是200万，我自己留了200万养老，还有200万已经存在建军名下，作为他的安家费和对他多年来照顾我的感谢。他虽然知道母亲给他留了钱，但没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公开宣布。更让他意外的是，母亲说存了200万，而银行经理明明说是300万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陈建国放下酒杯，脸色变得难看。那钱不是都给我了吗？张桂兰冷笑一声，给你的是200万，不是600万。而且我跟银行有协议，这张卡的大额支出需要我的身份证才能办理。你这些日子花的钱都是我允许的小额开销。他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银行的协议，你们都可以看看。陈建国脸色铁青，他没想到母亲早有准备。亲戚们的目光更加复杂了，有人开始小声议论：建国啊，你整天不务正业，这钱给你，用不了多久就被你败光了。建军踏实，这钱给他，我放心。张桂兰的声音提高了几分。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，就是不想以后有人说3道4。林慧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有些明白了。婆婆表面上偏向小叔子，实际上却一直在暗中观察、考验她。
而表面上对丈夫不闻不问，私下里却为他准备了一份厚礼。妈，您太偏心了！陈建国气得浑身发抖，我都花了快100万了，您现在才说只给我200万，所以你是承认自己乱花钱了？张桂兰冷冷地问。陈建国语塞，周围的亲戚开始窃窃私语，有人直接指责他不懂事、不知感恩。够了！陈建军终于开口，声音不大，但十分坚定。今天是妈的大寿，大家都别吵了。他走到母亲身边，扶她坐下。妈，钱不重要，您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无论您怎么安排，我都尊重。张桂兰拉着大儿子的手，眼眶有些泛红。建军啊，妈知道你从小就让着建国，委屈你了。我不是偏心，只是建国性子急，我得多盯着点。这钱本来就是我的心意，你不用有负担。陈建军点点头，没再多说。宴席继续，但气氛已经不同以往。陈建国沉着脸坐在角落，一言不发。亲戚们不时看向这边，眼神中既有好奇，也有同情。寿宴结束后，张桂兰叫住了2个儿子，让他们去包间单独谈谈。林慧想跟去，但被婆婆婉拒。慧啊，你先回去吧，这是我和2个儿子的事。包间里3人相对而坐，张桂兰看着2个儿子，叹了口气。今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这事，也是逼不得已。建国，你3个月花了80多万，照这个速度，那600万不出1年就会被你挥霍一空。妈，陈建国想辩解，但被张桂兰抬手打断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什么投资，什么理财，都是借口。老太太的声音严厉起来。实话告诉你们，那600万我早就做了安排。建军名下确实有一笔钱，但不是200万，是300万。今天我少说了100万。建国，你的卡里也不只是200万，而是300万。但是大额支出确实需要我的许可。2兄弟都愣住了，陈建国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妈，您是说我还有？对，卡里还有200多万。但是张桂兰的眼神变得锐利，这钱不是让你乱花的。我给你3个选择：一，用这钱做正经生意，我可以给你建议和帮助；二，如果你实在不想创业，就去找份稳定的工作，这钱当做你的保障；三，如果你继续这样游手好闲，那这钱我就收回来，全部给你哥哥。陈建国的脸色变了好几遍，最后低下头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会找工作的。张桂兰点点头，又转向陈建军。建军，你也听到了，那300万是我给你的，没有附加条件。你弟弟虽然不成器，但毕竟是一家人，你还是得多照顾他一些。陈建军犹豫了一下。妈，其实那钱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张桂兰打断他，你想说钱不重要，你不需要，但这是我的心意，也是对你多年来照顾我的感谢，你就收下吧，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。看着母亲坚定的眼神，陈建军最终点了点头。回家路上，陈建军一直沉默。林慧握着他的手，轻声问：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妈是不是早就知道建国会乱花钱，所以才设了这么一个局？陈建军叹了口气，可能吧，但他这么做也是为了你们兄弟好。林慧安慰道，至少现在事情都清楚了，希望小叔子能有所改变。陈建军点点头，没再多说。他知道这事远没有结束，接下来的日子，陈建国果然有了变化。他不再开那辆新车到处炫耀，而是开始认真找工作。张桂兰的态度也明显不同了，她不再偏袒小儿子，而是公平地对待2个孩子。每周日的家庭聚餐，
氛围也比以前融洽了许多。然而，平静只持续了2个月。一天晚上，陈建军接到了弟弟的电话：“哥，我遇到麻烦了。”陈建国的声音带着哭腔：“我欠了一些人的钱，他们威胁要找妈要账。”陈建军立刻紧张起来：“欠了多少？怎么回事？30多万吧。之前跟人合伙开了个小饭店，结果被骗了。”陈建国支支吾吾地说。陈建军深吸一口气：“你先别急，明天我去找你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”第2天，陈建军请了半天假，来到弟弟的住处。屋子里乱糟糟的，空酒瓶和外卖盒堆在角落。陈建国坐在沙发上，眼圈发黑。“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陈建军坐下来，直截了当地问。陈建国叹了口气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。原来他不是开饭店被骗，而是跟朋友赌博输了钱，然后又借高利贷想翻本，结果越陷越深。“你还在骗我！”陈建军猛地站起来：“建国，你到底要这样到什么时候？妈把钱给你，是信任你，结果你呢？”陈建国低着头，不敢直视哥哥的眼睛。“哥，我知道错了，真的，这次你帮我一把，我保证以后改。”陈建军冷笑一声，每次都是这句话。“行，我帮你还钱，但有个条件。”陈建国抬起头，眼中带着希望。“什么条件？”“你去跟妈坦白，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她，然后接受她的处罚。”陈建军的声音很冷：“如果你敢隐瞒或者编故事，我立刻把钱要回来。”陈建国犹豫了很久，最终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我答应你。”2人直接去了张桂兰家。老太太正在阳台上晒太阳，看到2个儿子突然到访，有些意外：“你们怎么一起来了？”陈建军示意弟弟开口。陈建国咬了咬牙，将赌博和借高利贷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。张桂兰听完，脸色阴沉的可怕，她沉默了很久，最后问：“欠了多少？”“35万。”陈建国的声音几乎微不可闻。张桂兰转向陈建军：“你怎么看？”陈建军平静地说：“妈，建国确实做错了，但他能主动承认错误，已经是进步了。我建议您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但这次必须有监督。”张桂兰点点头：“好，我还钱，但我有条件。”陈建国赶紧说：“妈，您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第一，你的银行卡交给我，以后每个月我只给你5000块生活费。第二，你必须找份正经工作，不管是什么，哪怕去工地搬砖也行。第三，老太太顿了顿，你搬回家住，我要亲自盯着你改。”陈建国没有犹豫，立刻点头：“妈，我答应您。”张桂兰叹了口气，眼中有泪光闪烁：“建国啊，你已经35岁了，不小了，妈不可能永远罩着你，你得学会自己走路。”陈建国低着头，不敢说话。陈建军在一旁，眼神复杂地看着这对母子。就这样，陈建国搬回了老宅，开始了被母亲监管的生活。他很快在一家建材公司找到了工作，虽然是底层销售，但他意外地做得不错。3个月后，他成为了部门销售冠军，还得到了晋升。张桂兰看着小儿子的变化，欣慰之余又有些感慨。一天晚上，他叫来了陈建军和林慧，说有重要的事情商量。“建军，你弟弟这几个月的表现，你也看到了。”张桂兰开门见山：“我想把他那份安置费还给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陈建军有些意外：“妈，您确定吗？我怕他又控制不住自己。”张桂兰笑了笑：“人是会变的，再说了，那毕竟是他应得的份额。不过我会设置一些条件，比如不能一次性取出太多，
每月有限额。林慧也点点头，我觉得可以。小叔子确实改变了很多。陈建军思考了一会儿，最终同意了母亲的决定。第二天，张桂兰把2个儿子和林慧都叫到了家里，正式宣布了这个决定。陈建国激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妈，谢谢您相信我，我保证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张桂兰拍了拍小儿子的肩膀，建国，妈这么做是因为看到了你的改变。记住，钱不是最重要的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是真的本事。陈建国使劲点头，眼中满是坚定。陈建军和林慧站在一旁，相视一笑。半年后，陈建国升为了部门经理，工资也涨到了每月1万多。他开始考虑创业的事，想开一家建材超市。哥，嫂子，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。一个周末，一家人吃完晚饭，陈建国突然开口：“什么事？”陈建军问道。“我想开一家建材超市，但资金不太够。我想。”陈建国有些犹豫，“我想问问你们，能不能投资一点？”陈建军和林慧对视一眼，都有些意外。林慧问：“你打算投多少？需要我们投多少？”“我自己有150万，还需要100万左右。”陈建国说。“当然，如果你们投资，会按股份分红。”陈建军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问：“你有具体的计划书吗？”陈建国点点头，从包里拿出一叠文件：“我做了详细的市场调研和财务预算，你们看看。”陈建军和林慧仔细阅读了计划书，不得不承认，弟弟确实做了充分的准备。经过一番商议，2人决定投资80万，占股30%。张桂兰听说这事后非常高兴：“你们兄弟合作，这是好事啊！我也投20万，不为别的，就图个热闹。”就这样，陈建国的建材超市开业了。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生意非常红火。半年内，不仅收回了成本，还开始盈利。陈建国完全变了一个人，从早忙到晚，事事亲力亲为。一天晚上，一家人聚在张桂兰家吃饭，气氛融洽。张桂兰看着2个儿子和儿媳，笑得合不拢嘴。“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有你们。”陈建军举起酒杯：“妈，祝您健康长寿。”陈建国也举起杯子：“妈，谢谢您当初的偏心，要不是您那么做，我可能到现在还在混日子。”张桂兰笑着摇摇头：“什么偏心不偏心的，妈只是想让你们各自走出自己的路。”她停顿了一下，眼神变得柔和：“我是你们的母亲，怎么可能真的偏心呢？”陈建军和陈建国相视一笑，一种无言的默契在兄弟间流淌。林慧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满是温暖。饭后，张桂兰拉着林慧到阳台上聊天：“慧啊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”老太太握着儿媳的手，语气真诚：“建军不善表达，有时候可能让你觉得委屈，但他是个好人。”林慧笑了笑：“妈，我知道，我从不怪他。当初那600万，我之所以那么安排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”张桂兰望着远处的灯火：“我了解我的2个儿子，建军太老实，如果钱直接给他，他一定会分1半给建国。而建国那时候不懂事，拿到钱肯定乱花，所以我设了这么一个局，就是想逼建国成长。”林慧恍然大悟：“原来您早就计划好了啊！”张桂兰点点头，母亲对孩子的爱，有时候表现得很奇怪，严厉是爱，宽容也是爱。她拍了拍儿媳的手：“以后你们有了孩子，就会明白了。”林慧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此时，陈建军和陈建国从屋里走出来，站在2位女性身后。4个人就这样静静地望着夜空，享受着难得的家庭和谐。对了，
张桂兰突然想起什么，转身看着两个儿子：“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当初在拆迁办要求把钱全给建国吗？”两兄弟摇摇头，表示不解。张桂兰笑了：“因为我知道，只有这样才能看清一个人的本性。建军啊，如果当时你闹了，坚持要一半的钱，那我反而会失望。而建国，如果你拿到钱后能妥善管理，我也不会设那么多局。”陈建军恍然大悟，原来您早就在考验我们，不是考验，是相信。张桂兰纠正道：“我相信你们最终都能成为好人。”陈建国低下头，有些惭愧：“妈，对不起，我让您失望了。”张桂兰摇摇头：“不，你没让我失望，相反，你的改变让我很欣慰。”一家人就这样聊着，直到深夜。临走时，张桂兰拉住陈建军的手，轻声说：“儿子，你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妈以你为荣。”陈建军鼻子一酸，握紧了母亲的手，没有说话。回家路上，林慧靠在丈夫肩膀上：“你妈真是个聪明人。”陈建军笑了笑：“是啊，她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。那你当初真的一点都不生气吗？”林慧好奇地问。陈建军沉默了一会儿，最后轻声说：“生气肯定是有的，但更多的是对妈的信任。我知道她做事总有她的道理。”林慧点点头，不再追问。她明白，丈夫的隐忍和包容，正是这个家能够走到今天的关键。第二年春节，张桂兰的院子里热闹非凡。陈建国的建材超市开了第2家分店，生意越来越好。他也找到了一位心仪的姑娘，准备年后订婚。陈建军在公司被提升为副总，收入大幅增加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包着饺子，说说笑笑。张桂兰坐在正位上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满是欣慰。她知道，那600万安置费的风波最终成就了这个和睦的家庭。有时候，看似的偏心，恰恰是一种深沉的爱。妈，尝尝这个，我特意做的您爱吃的馅儿。林慧递过一盘刚出锅的饺子，张桂兰笑着接过：“好，好，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有你们这些好儿女。”陈建军和陈建国相视一笑，举起了酒杯。在这个普通的家庭里，曾经的风波已经化为和谐的乐章，而那看似偏心的600万，成了连接亲情的桥梁。窗外烟花绽放，映照着每个人幸福的面庞。这个故事或许只是千万个中国家庭的缩影，但其中蕴含的亲情与智慧却是永恒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